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汤。前阵子呢，我自己用的笔电呢，这个是2018年的 MacBook 12寸，这一台呢开始进入了白苹果无线循环开机的状态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呢不知道打算是要送修还是直接放弃它，因为呢，我现在其实用笔电的几率不高，时间很短，不太会说带笔电去哪里，不像之前呢，我可能外出随时都用到笔电工作，那现在其实用的很少，基本上也是文书需求来使用，所以我现在要到底送修还是再买一台，对我来讲呢，好像都有点不太划算。然后我就思考一下，我接下来如果我外出呢，需要有一些文书需求的话呢，应该怎么办？首先呢，我第一个想到呢，就是我是不是用我现有这个平板，把它用这种有键盘的这种 cover， 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打字，做一些文书处理。可是呢，其实我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真的不太行。不是说平板的效能不行，而是平板的这个键盘，它不是那种标准尺寸的键盘，按键的回馈感，我觉得也没那么舒适。加上因为我是粗手指的人，这个对我来讲太容易卡住了，很容易我打什么字，然后就啪啪啦变成打到其他的字，所以呢，这个会大幅的降低呢我使用文书的这种效率。最后呢，我就考量了一下，还是说我干脆买1万多块左右的这种 Windows 笔电。但说真的 ，Windows 笔电我还是用的不太习惯，加上呢1万多块的这种 Windows 笔电，其实你拿来做文书，它的效能呢，我自己用下来还是没有那么的顺畅的感觉啦。最后呢，我前阵子呢，在我的粉丝团呢问了大家呢，这台笔电呢是哪一个品牌的？大家都猜不到，猜了一大堆小米的啊，然后是不是 MacBook 啊、华硕啊？当然有少数的人有猜中了。这一台呢，它并不是笔电，这是一个看起来像笔电的空壳。简单的说，它只有萤幕、键盘、滑鼠的触控板，以及呢内建电池在里面。这样的用途是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我最近手机呢不是更换成 Samsung 的 S2 Ultra 吗？有用三星的人就知道，三星的手机里面有一个功能呢，叫做 Samsung DeX。这个功能呢，就是用来接到萤幕之后，你可以变成桌机的模式来使用。所以呢，我就基于这样的想法，我就去找了这样的产品。理论上呢，想要使用 Samsung DeX 的呢，大部分都可能会接自己家里的萤幕啦，或者是你去买可惜式的萤幕，可能8寸、9寸、10寸那一种。然后另外呢，再接个滑鼠或是键盘这样子来使用。不过我考量到在外面我可能要放在我的腿上来使用笔电。如果你说我萤幕、键盘、滑鼠都分开买的话呢，我就没办法放在我的脚上使用啦。特别是像比如说搭高铁、搭火车就没那么方便，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下，看有没有这种笔电的空壳可以直接来接。我以为呢，这个东西呢，去淘宝找感觉会很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像比如说三星好了，中国的华为，他们其实都有内建这种接萤幕之后可以转为桌机模式的功能，所以我以为这样的东西会有很多，毕竟这个技术已经好几年了。结果我搜了全世界大概只有2-3个品牌有做这样的东西，真的很少。淘宝上呢，我看了一下符合我需求跟预算上可以接受的，就这一个 Omiodo 这个品牌，它总共出了2款是这种笔电式的外接萤幕，另外一款是13寸的，然后有触控萤幕。那它的规格好像是比这一个又更好一点，它价格相对也比较高，1500多块人民币。那我买的这个呢是比较便宜的14寸的，但是它没有触控萤幕，价格呢是1200多还是1300多人民币。然后我是在1688上面买的，刚好遇到有优惠，加上呢1688批发价又更便宜一点，它一台呢就可以批发回来了。所以呢，我买的时候只有1000多少的人民币，折合下来台币大约是4700多，就算蛮便宜的。那我觉得蛮可以接受的，因为你买一个14寸的外接萤幕，含有电池跟内建这种喇叭的，大概现在看到很多也要6-7千块以上，甚至有3万的比较好的那一种。而且呢，这个好处是呢，它有很多扩充的可以去接，像这边有耳机孔，2个 USB、Micro SD， 转过来这边呢 Type C 是用来接手机的。如果你们要接手机，像这边有一个 HDMI， 所以你拿来接桌机的系统，比如说准系统啦，或者是像 Mac Mini 那一种，你接上去也是可以直接使用的。然后这边一样有再有一个 USB， 比较小可惜的一点是内建电池，但是它的充电呢不能使用 Type C， 它是用一般的圆的那种 DC 接头，这是我觉得唯一小可惜的地方。其他部分我用下来其实都还蛮 OK 的。重量呢1.5还1.6左右，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那蛮好的，它就是没有任何的品牌 logo， 空空的，只有这个贴纸上有写到 logo， 那里面呢也很干净，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蛮喜欢这样的干净感觉。然后我后来有发现啊，上面还有一个视讯镜头，然后是可以选择把它打开或关闭，实体的开跟关，还有一个东西可以遮挡它。但是我还没有实际使用过，如果这样接的话，它会不会有那个视讯镜头的效果？但我猜那个是可能接电脑才会使用到，接手机我
没切换过，可能再试试看。那这边呢，我来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标配呢就是有一条 Type C 的线，开机的部分呢跟笔电一模一样，它就有一个电源键，长按，然后你看到电源灯的这个亮了之后呢，就代表开机了，然后这就会进入开机，然后会跟萤幕一样，开机之后你没有接东西的话，就出现这个 No Signal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手机接上去。好了，现在在转换 Samsung DeX 的桌机模式，大概5到10秒左右，就是你开完机之后5到10秒接上去就可以直接转换过来。然后这个好处是呢，你手机上这边操作呢的桌面呢，跟你电脑版这种桌机的桌面呢，你是可以分开去设定排列要怎么样，然后怎么去切换字体大小啊，或者是滑鼠怎么去定义。那我自己操作下来呢，我觉得整体蛮顺畅的，就是这种操作没有那种卡顿感，或者是你也可以搭配无线滑鼠，另外再接一个滑鼠上去使用。比如说呢，我现在用 Chrome 呢打开了 Facebook 网站，我可以全屏幕打开之后，你会发现它是变成行动版的这种单一画面。其实呢 ，Chrome 你就是手机版的，它不是可以切换成电脑版网站吗？你把它按下之后，其实就会跟你电脑上面浏览都一样。顺畅度呢，基本上我觉得跟平常用的那种手机滑的顺畅度都是一样的。Chrome 呢，你比如说你可以把它缩小，画面你可以另外这样子跟电脑使用都差不多。那比如说我再打开一个591，打开一个淘宝，你可以多视窗。比如说我再打开一个音乐，多视窗这样操作其实都还蛮顺畅。然后打字的部分呢，使用起来跟你在电脑上差不多。比如说切换快捷键，它的预设是 Ctrl 加空白键，那你也可以把它设定成比如说 Ctrl 加 Shift。大小写切换呢，除了透过 Caps Lock 这个按键之外呢，你也可以用 Shift 来控制你现在是要中文或者是英文。使用起来我觉得跟在用 Windows 电脑或者是用 Mac 系统，对我来讲不会有太大的差别。那最大好处是，我在手机上如果我临时弄了什么东西弄之后，我是可以随时切换到这个桌机模式来继续延伸工作。我不会像以往就是我手机跟电脑之间我要连接或者切换，除非是我本来就在云端工作，那我到电脑上可以继续工作。如果像这个的话呢，就算不是云端工作的话，你手机做些什么，那你回到这边来用成桌机模式就可以继续工作。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讲呢，真的是蛮棒的一个部分。所以呢，像我最近我有试了一下，用这样的模式做一些文书处理，基本上打字还算 OK， 蛮顺的，因为它毕竟就是一般的笔电的标准键盘大小，在效能上使用，我觉得也没有问题。接下来我当然要讲一些它的一些小小的缺点。虽然这样的模式下呢，我觉得用文书处理蛮 OK 的，但是硬体规格上呢，有一点小小可惜。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它的充电没有 Type C， 这个真的是蛮可惜的。第二点呢，它虽然有内建喇叭，但是声音非常的小。我这边放个音乐给大家看。好，现在呢，这个是我从手机播放出来的声音。好，我把它切换到这个装置上。啊，然后现在这个是透过我的装置播的。它的最大音量就这样而已。然后我刚刚手机的音量大概只有一半，所以它的一半呢就等于它的最大音量。就是你如果真的要用这个来看影片啊，或者是播音乐啊，我觉得就是会没那么好。那音质就是普通啦。第二个缺点呢，它的键盘虽然是标准尺寸大小的这种笔电的键盘，但是呢，在打的那种感觉的回馈感没有那么的好，甚至容易有空键的感觉。空键的意思就是说我必须要按比较大力一点，扎实的按下去才会按到我想要按的位置，或是打出来的那种感觉，这个我也比较小可惜一点。第三点呢，至于亮度的部分呢，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现在这样是最亮，我自己在外面室内，比如说像便利商店，白天的时候在外面坐在窗边用，大概用50% 的这个亮度，用起来还是蛮 OK 的。整体来说，除了几个小小的缺点之外，大致上我觉得以4000多块，你把它当做延伸的笔电来使用的话，接上你的手机，像如果你Samsung的手机有 Samsung DeX 可以使用的话，买这个来作为延伸文书笔电使用，我觉得蛮划算的，稍微习惯一下就好。整体的使用方式，它有13寸跟14寸可以选择。其他品牌呢，我在国外也有看到，台湾也有卖这个品牌的，但台湾好像是卖1万出，大概是2到3倍的价格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。那目前用下来，我觉得都还不错。那如果之后可能有什么状况，我再跟大家做分享。最后讲一下电量续航的部分呢，这一台呢官标是6个小时，那我自己用下来大约可以用7到8个小时，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。大概就这样啦。那大家如果对这台还有什么问题呢，就在底下留言问我啦。那我不是拍电影，那个下次见喽，拜拜。